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，就是说，今天非常开心也很荣幸邀请到我们启庆大师。为什么我会称为大师呢？因为我们看过他的作品之后我觉得哇，天哪，这个是应该在当代艺术里面没有人这样子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。因为刚好今天我们也来做一个画展现场的一个采访跟记录的部分。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启庆大师来讲一下今天整个办展的想法、概念、构想，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？永杰你好，这一次的展览是因为这个永健艺术馆是一个优质的社区，那他的主任委员呢，在一次机会碰到我也是这边的住，那我们一楼全部是挑空的，对，那因为我的职业常常飞机飞来飞去，所以其实停留的时间很短。这次刚好疫情关系留在台湾时间很久，所以呢，主任委员那个机会碰到我，那他希望我来这个社区这边呢办一个个展。那我就说好，因为也难得这个机会，要不然我也很难得跟我们的左邻右舍认识。所以在这一次的展览呢，就由我们的管委会主办，那全部的布展由他们来协助，那就把我今年2020年全部的3大系列作品都在这边的完整呈现。所以刚看到这么多的作品都是2020今年的，对，做出来的，都是今年做出来的。然后今年产量很厉害就是被关着，所以我相信各行各业今年都是一个转变。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其实这3个系列都是因为疫情所带给我的灵感来呈现出来的。有一个是梦幻系列，我都称它是疗愈系列，因为看了你就会很自然的放松，不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紧绷，然后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为了很多事情伤脑筋，包括人际关系，包括经济，包括商业，都需要不同思维来呈现它。那我觉得在这么紧张的一个环境下，所以我来做了一些比较疗愈系列的。所以梦幻系列是属于比较疗愈系列的，另外一个系列是光影系列。那我一直希望说可以用当代的素材来呈现当代的艺术创作，所以我就用这个美式布丁，它是真的很当代的东西，然后一个透明线，那是一个很简单的素材。可是呢，我就把它因为疫情的一个概念，它从武汉人对人的一条线到人到全世界，由机场蔓延出去到一个全球一个点线面的概念，然后我就做出了这一个光影系列。那它的交错跟光线结合，在不同光源下，你就看到它不同的一个金属光的一个呈现，所以这个算是创品，所以很受好评。对，那我就用了几个，包括基因，也是我们病毒的起面，大家去留意到基因这个图像。那其实病毒基因它也很漂亮，对，虽然它不受欢迎，它很漂亮。所以我有几幅画作都是用它的一个基础的图像来创作。那另外一个彩墨系列呢，是我在创作梦幻系列的时候，突然一刹那之间抓到的一个小感觉，所以就创造出另外一系列的彩墨。那很多人看了会以为是版画，会以为是水墨，那其实它的素材就2种，一个就是油画，那另外一个就是宣纸。所以我就用这样的概念把它创造出来。那我的画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说你正着看、反着看、正着挂、横着挂，其实都是可以的，因为用你的心情去解读这一幅画，甚至这一幅画在你不同心情可以看到你不同的一个想象画。那年轻人看跟像我们看又不太一样，所以年轻人也很喜欢我的画。所以今年我刚好停留在台湾这个福地上，又可以在艺术方面展现出我另外一个区块的作品。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，觉得它很像极光。那时候我看它的颜色，绿色、紫色。虽然我本人没看过极光，可是我特别想去看极光，然后它就让我想到极光的那个颜色。为什么会有那种极光的感觉？就有里面很多很细微的部分，都有一个不同的变化。我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是它吸引我的是它的颜色，然后你细看的时候，其实你是在看到方圆跟规矩，但是它在近看的时候，它又呈现了不同的角度。就油画能够画到这种感觉，
真的不容易啊。你看它上面的纹路，这样摄影机抓得到吗？它上面还有很多很细致的纹路，哎，对啊，感觉好像而且它又有山水画，它可以，它感觉不是你的山水画感觉，而且还有能够看出它有一点，有一点人像的感觉，对，就是像这里，知道吗？哦你感觉好像是有一个人一个人在那边，有一个人形但是你一看就是山水，对啊，就是对山，然后又有树这样子，对啊，所以说这种抽象的话，就是看你心里是怎么样去想象它，对，这幅真的还有好像一个窗看出去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是不是？邀请到住户曾先生，他对这张特别有感觉，我们想让他来分享一下他对这张的想法。这张画等于是精品，很漂亮，它颜色搭配的颜色也很好。哦，我非常喜欢这张画，真的特别好。哎，我这样初看，我觉得好像是一只鸟在草里面。是这一个鸟在草里面这样子，对，蛮有趣的。对，蛮好看的。这两只鸟嘛，好像是啊，这边是两只鸟，对，真是很好看，这有朦胧之美哈。对，很抽象，很抽象，在花朵里面。在花朵里面，对，又像花。他们一对情侣，相亲相爱的啊，也是啊。对呀，你看他们在一起，对不对啊？觉得真的很好看的。那旁边好像是个鸟巢似的啊，对。那你觉得这样子看下来有没有哪些风格？你觉得在你眼中你觉得很特别，然后会吸引到你？我喜欢那个管理师的，正后方那个蓝色那一会让我有很多想象的感觉。所以你看到它的画面感觉，你觉得是想到我会感觉让我海洋对进入到好像另外异度的空间。好，谢谢。因为我们刚刚有大致上先看了一下那个整体的作品，我觉得那个风格不是我们一般国内常见的绘画的风格，也不是我觉得那个风格真的很强烈啊。有机会你亲自来看一下我们庆龄大师的作品，你会发现，第一个他的绘画的技法不是我们一般常见的技法，第二个他所带出来的那种感受跟氛围，还有那种情境是不一样的。有机会大家应该可以来感受一下。我们先说下一场，下一场是在台北。我们在12月17号到20号，在台北圆山饭店有一个国际音响大展暨国际艺术家联展，所以我也会在4天的一个联展，对，那是由国策顾问策展，然后当天蔡英文总统也会莅临指导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，尤其是喜欢音响的朋友。那因为音响刚好跟我的光影系列可以结合，所以那一天会很精彩，我都会展出。那我还会创作一些新的光影系列。对，那比较特别的是那一天我会把我的陶艺作品，对，会在那边发布，因为我做的是双层镂空柴烧的聚宝盆跟茶壶，所以这是在台湾也是非常应该是说没有人，因为它失败率很高，所以就想做的话不太容易，可以做到很好，有很少。然后我有一个很大颗，大概全台湾唯一的一颗的一个大茶也在那一场做展出。那一场我会展出，然后我也会做一个小小的发布，就是运送上去可能要买很多保险哦。全部都是双层镂空系列的，对，因为它每一个步骤都是风险，所以其实它的创作成本很高，这也不是一般艺术家他会去做这些创作。欢迎大家到时候一起来欣赏。OK， 好，欢迎12月再讲一次。12月17到12月20，台北圆山饭店。17到20，台北圆山饭店。那我的展房是在343房。343房。对，3楼343房。圆山饭店343房哦，12月17到20。好。